飞针刺入，快速推进，捻转行针，如此针灸是何原理？脑梗偏瘫，头痛头晕，失眠心烦，种种顽疾缘何可以针道并除？中医针灸和西医理论结合，究竟擦出了怎样的火花？该疗法又具有怎样的特色？敬请收看中医特色疗法焦氏头针。山西省中医院脑病神志病科为国家级神志病重点专科，省级脑病重点专科。该科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脑源性疾病，疗效甚佳。在其多达23种的特色疗法中，焦氏头针是某些疾病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法。现科室主任焦黎明为焦氏头针创始人焦顺发之女，焦氏头针第一传承人。其父焦顺发先学西医，后习中医，并对中医针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12脏腑各有一个募穴，是治疗相应脏腑疾病的要穴，而这些募穴又恰恰分布在该脏腑的附近部位。既然这样，那么脑部发生病变，根据募穴分布规律，是否也应在临近部位头皮部寻找呢？每个区域管理相应的生理机能，是不是头皮与大脑皮层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联系呢？古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现代医学也无法解答这一问题。看来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能趟出一条新路。于是他无数次面对镜子，把一根根银针扎进头皮，体会针感，摸索进针深度和危险性。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实践，总结提高，焦顺发用头针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颅脑损伤等20多种疾病，均有不俗的疗效。1971年，国家卫生部和省卫生厅派人来考察了解，最终肯定了他的头针疗法。凝结着焦顺发心血与智慧的头针一经公布，立刻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轰动。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头针是中国发明的，要求在世界医学领域推广应用。这一针刺通了世界医学组织的经络。如今，在山西省中医院，焦黎明主任子承父业，将焦氏头针传承并且发扬光大，用手中的一根根银针继续为3晋患者造福。疗法简介：为何要在头部施治？《素问·脉要精微论》指出，头者精明之府，张介宾注，皆上升于头，说明头部与人体内的各脏腑器官的功能有密切的关系。头为诸阳之会，手足6阳经皆上循于头面。为何要用针刺的方法？古人针刺治病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能得气者疗效相对较好。刺之要，气治而有效，即是佐证之一。有些病例在针刺治病时，能使气治病所，即针感传到身体一定部位，可有较好的疗效。头针是在继承中国古代针刺治病理论及针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西医学、神经生理、解剖等知识，经过临床实践加以总结的。刺激区大部分是根据大脑皮层功能定位的头皮对应区来确定的，其适应症亦多是神经系统疾病。头针刺激区域：1. 运动区，1. 部位。
上点在前后正中线中点后0.5厘米处，下点在眉枕线和鬓角前缘相交处，两点连线即视。2. 主要作用：一、上1/5，治疗对侧下肢瘫痪； 2. 中2/5，治疗对侧上肢瘫痪； 3. 下2/5，言语一区，治疗对侧面神经瘫痪、运动性失语、流口水、发音障碍。2. 感觉区：一、部位，运动区平行后移1.5厘米。2. 主要作用：一、上1/5，治疗对侧腰腿痛、麻木、感觉异常及后头痛、颈项痛和耳鸣、头鸣。2. 中2/5，治疗对侧上肢疼痛、麻木、感觉异常。3. 下2/5，治疗对侧头部麻木、疼痛等等。3. 舞蹈震颤控制区：一、部位，运动区平行前移1.5厘米。2. 主要作用：治疗对侧肢体不自主运动及震颤。4. 血管收缩区：一、部位，舞蹈震颤控制区平行前移1.5厘米。2. 主要作用：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及皮层性水肿。5. 精神情感区：一、部位，在前后正中线旁2厘米，从血管收缩区开始向前引4厘米长。2. 主要作用：对某些精神情感障碍有一定的疗效。6. 晕听区：一、部位，从耳尖直上1.5厘米处，向前后各引2厘米的水平线。2. 主要作用：治疗同侧头晕、耳鸣、内耳眩晕、皮层性听力障碍、幻听等。7. 言语二区：一、部位，从顶骨结节引一与前后正中线之平行线，从顶骨结节沿该线向后2厘米处往下引3厘米即视。2. 主要作用：治疗命名性失语等。8. 言语三区：一、部位，晕听区中点向后引4厘米长的水平线。2. 主要作用：治疗感觉性失语。9. 运用区：一、部位，从顶骨结节向乳突中部引一直线和该线夹角为40度的前后2线，其长各3厘米，此3线即视。2. 主要作用：治疗失用症。10. 足韵感区：一、部位，在感觉区上点后1厘米处旁开前后正中线1厘米，向前引3厘米长的平行线。2. 主要作用：治疗对侧腰腿痛、麻木、瘫痪。针刺双侧治疗小儿夜尿、皮层性尿频、脱肛。针刺双侧配双侧生殖区治疗急性膀胱炎引起的尿频、尿急，糖尿病引起的烦渴、多饮、多尿，阳痿、遗精、子宫脱垂。针刺双侧配双侧肠区治疗过敏性结肠炎或一些疾病引起的腹泻。针刺双侧配双侧胸腔区，对风湿性心脏病引起的尿少也有一定的效果。针刺双侧配双侧感觉区上2/5，对颈椎、腰椎增生综合征、接触性皮炎、神经性皮炎等均有一定疗效。11. 视区：一、部位，从旁开前后正中线1厘米的平行线与枕外粗隆水平线的交点开始，向上引4厘米。2. 主要作用：治疗皮层性视力障碍。
12. 平衡区。一、部位，沿枕外粗隆水平线旁开前后正中线3.5厘米，向下引垂直线4厘米。2. 主要作用，治疗小脑损害引起的平衡障碍。13. 痔狂区。一、部位，在平衡区中间。2. 主要作用，对精神病引起的狂躁等症有效。14. 胃区。一、部位，由瞳孔中央向上引平行与前后正中线的直线，从发际不明显者，由眉间直上6厘米处向上取2厘米即是。2. 主要作用，对急慢性胃炎、胃12指肠溃疡等病引起的疼痛有一定的疗效。15. 肝胆区。一、部位，从胃区下缘向下引2厘米。2. 主要作用，对肝胆疾病引起的右上腹部疼痛有一定的疗效。16. 胸腔区。一、部位，从胃区与前后正中线间发际的中点取一平行线，上下各2厘米。2. 主要作用，治疗过敏性哮喘、支气管炎、心绞痛、风湿性心脏病，对心慌、气短、水肿、尿少有一定效果，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17. 鼻咽口舌区。一、部位，位于双胸腔区中间。2. 主要作用，对鼻咽、口腔某些病症有效。18. 生殖区。一、部位，从额角向上引平行于前后正中线的2厘米直线即是。2. 主要作用，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配双侧足运感区治疗急性膀胱炎引起的尿频、尿急，糖尿病引起的烦渴、多饮、多尿、阳痿、遗精、子宫脱垂等。19. 肠区。一、部位，生殖区下缘向下引2厘米。2. 主要作用，对下腹部疼痛有一定疗效。注意，头前面的一些刺激区不是根据原来已肯定的大脑皮层功能定位的对应头皮部位确定的，而是根据针刺头前面这些部位易在躯体不同的部位出现针感，并结合针刺后有一定疗效，暂定名为内脏的一些刺激区。头针操作过程。一、头针工具及材料。一、针体长度1.5至2寸毫针。2、碘伏或75%酒精棉签。2、刺法。一、进针。飞针刺入，即用1拇指食指尖部捏住针体距针尖2厘米的部位，沿刺激区的方向，针尖对准进针点，手指尖距头皮5至10厘米，手腕背区使针尖距进针点10至20厘米，然后手腕突然往腹侧屈，使针尖冲刺进头皮下或肌层均可。快速推进，即在分针刺入头皮或肌层后，再沿刺激区不捻转，快速将针推到一定深度。因针尖过深、过浅或头皮过硬，在推进时使针体弯曲推不进去者为失败。2、行针。捻转法，此法要求快速捻转不提插，在捻转时要求肩、肘、腕关节和拇指固定，以达到固定针体的目的。在固定针体的前提下，食指呈半屈状，用食指第一节的桡侧面与拇指第一节的掌侧面捏住针柄，然后以食指指掌关节不断伸屈，使针体快速旋转。一般每分钟捻针200次左右。一般捻针后能出现针感者，症状多在5至10分钟内减轻或消失。
因此间隔5至10分钟再重复捻转，用同样的方法再捻2次即可起针。3. 起针，一手持棉球对准针孔附近，另一手的中指或无名指沿着针柄快速下滑，拇指和食指或拇指、食指、中指捏住针柄，快速往外拔出，将针取出。对于出血的情况，应当用干棉球或较干的酒精棉球按压，因用太湿的酒精棉球压迫后，酒精可沿针孔入内引起疼痛。总结，焦氏头针的特点为进针快、捻针快、起针快的3快针次数。